在去年乌军轰炸克里米亚大桥后，克里米亚的重要桥梁再次遭到了乌军的炮火的轰击。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2号凌晨，乌军发射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北上通往俄占扎波罗热地区的冲加尔大桥，导致大桥交通中断。下面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详细战报。冲加尔大桥是连接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本土的少数几座桥梁之一，也是克里米亚通往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首府梅里托波尔的最近通道，被视为是俄罗斯的关键补给线之一。俄罗斯任命的赫尔松地区领导人弗拉基米尔·萨尔多表示，乌军共向大桥发射了4枚风暴阴影导弹，使得大桥桥面受损。萨尔多在 Telegram 上发布的照片显示，其中的一座桥的桥面被炸出了一个大洞，透过大洞可以看见桥下的海水，大洞周边满是残块碎石。而该桥被袭击后呢，俄军想要进入克里米亚的补给车辆因此被告知需要走其他路线了。乌克兰情报局发言人还表示，这只是开始，乌克兰军事和安全部门将继续在这一地区行动。该桥被袭击后，也意味着扎波罗热的俄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后勤将再度遭到严重削弱。当前呢，克里米亚往北通往乌克兰本土共有2条高速公路，分别是 M17 高速公路，该路线呢是从西侧通过佩列雷普地峡前往赫尔松。第2条公路呢是 M18 高速公路，从东侧通过冲加尔大桥，直接连接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重要据点梅里托波尔。在冲加尔大桥遇袭后，俄军的主要后勤路线已经被断掉了一个。尽管俄军还可以从其他路线运送补给，但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却更长。这不仅严重打击了俄罗斯从克里米亚占领扎波罗热首府梅里托波尔后方的俄军补给，也有可能切断部署在该地区俄军的撤退后路。从目前的战场态势来看呢，乌克兰的大反击主要是有3个方向，分别是梅里托波尔、别尔江斯克和莱曼。毋庸置疑，扎波罗热地区的反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乌军这次大反攻的成败。为此，乌克兰军队总司令扎卢日内日前兼任南部集群指挥官，亲自指挥乌军南部方向的反击。在过去的一天里，乌军在梅里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方向推进了1公里，摧毁了129名俄军，击伤了236人。俄乌两军呢，在扎波罗热以每个村庄为争夺单位，而且由于装甲部队又受制于雷场，只能做零散的游击穿插，双方每天的伤亡巨大。乌南部前线塔夫里亚战略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克兰火箭部队和炮兵部队在过去一天完成了1119次火力任务，并摧毁了68台敌方军事装备。过去一天，敌人伤亡近3个连，68套敌方军事装备被摧毁或损坏，其中包括6辆坦克、13辆步兵战车、2辆装甲运兵车、3辆超级摄像头无人机、1架欧赖10侦察无人机、9门自行榴弹炮、1套动物园反炮兵雷达等等。另外呢，最近俄军依旧是没有放弃使用导弹空袭乌克兰，但是可以看出其空袭规模呢已经比之前显著减小了。但是由于最近传出匕首导弹来袭的消息，让乌克兰有些忧心，俄军是否会因为基辅的严密防范而将导弹对准其他的乌克兰城市。显然，这次乌军的反攻还是沿袭了打击毁灭俄军后勤的补给后再突破的传统战术。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也让乌军对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更有信心，效果更明显，对于俄军的毁灭处于更上层。从战场态势来看，乌军对从克里米亚到梅里托波尔的俄军陆上物流补给生命线的打击会持续到完全瘫痪。不过这个打击方法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手，但现在乌军缺少的就是时间。在 F-16战机到来之前，乌军的正面强攻就缺少了空中力量支撑，只能和俄军老老实实在堑壕内作战。而现在俄军除了58集团军外，在扎波罗热方向还有10万动员部队，可以拉到前线进行防御，完全可以在乌军受到严重消耗后进行轮替。当然，如果乌军能够成功的瘫痪这条陆上后勤补给的生命线，俄军战斗力也将会大打折扣，军心士气也将四分五裂。届时，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前线可能在乌军钢铁洪流的冲击下陆续崩溃，乌军彻底收复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将毫无悬念。
下一步呢就是剑指克里米亚。法国地缘政治学家帕特马特对《费加罗报》表示，这座桥梁被认为是连接俄罗斯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脐带，一旦该桥被乌军炸毁，将会对俄罗斯，尤其是对普京个人构成一个多方面的失败。其中最大的失败呢，无疑是在战略层面，因为爆炸将使包括乌克兰赫尔松周边整个南部战线的补给陷入到瘫痪，或者至少是持久地减缓了对俄军的补给。俄方本来可以选择铁路或者公路运输，在大桥被炸后就必须依赖海上运输，这将极大改变现在乌军在防线前僵持的现状。在战术层面呢，俄军具体的军事行动因为缺乏弹药而受到限制。当然，想要完成炸毁克什大桥这种大手笔，还需要不少小型的特种部队或者特工部门的高度机动的小组。同时，在后勤手段和同步配合方面，也要有非常强的协调才能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俄方指责乌军对冲加尔大桥实施打击这件事儿，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突然表示，基辅政权的军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打击的目标。这句话呢，让许多人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要知道，此前在莫斯科受到无人机袭击时，美国曾明确表态不支持乌克兰攻击俄领土，这是为了防止俄军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定，比如释放核弹。但此时呢，五角大楼似乎有了松口的迹象。《泰晤士报》认为，美国政府很可能已经悄悄给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进行远程打击的许可。这名匿名人士称，美国政府只要求乌克兰军队在使用美元武器时遵守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也就是只能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设施。但即便如此，也等于是让乌克兰放开了手脚。此前各国在援乌导弹方面都一直受限于不能攻击俄罗斯境内这一要求，而将导弹的射程缩小在300公里以下，以此来限制乌军无法使用北约武器进攻俄本土。如今呢，倘若美国取消武器限制，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各国的远程巡航导弹了。而美国之所以突然改口，大兵认为是由于俄罗斯连续的空袭让乌军后方城市遭受重大损失，即便是乌军已经装备了不少北约先进的防空系统，但却无法做到100%的拦截率。既然无法全部拦截，不如直接将其源头打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经过美国长时间对俄罗斯的评估之后，认为即便是乌军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设施，也不会让克里姆林宫出动核武器。这时候就不得不聊一聊俄罗斯的红线了。在乌军碰触到俄罗斯哪一根红线的情况下，才会让俄军使用核武器呢？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此事做出了回答，表示只有在4种情况下，俄罗斯会使用核武。首先就是攻击俄罗斯本土或其盟国，其次是对俄罗斯使用核武，第3点为打击俄军关键的核武设施，最后一点呢，则是一些能够威胁到俄罗斯国家生存的行为。对于梅德韦杰夫这4点呢，普京在最近又加了一点，也就是乌军进攻克里米亚的时候。这么一看呢，似乎乌克兰已经快集齐了俄军出动核武的条件了。乌军的国际军团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潜入俄罗斯境内，破坏当地设施。第2点，乌克兰倒是不具备这个能力。至于第3点呢，我想俄罗斯没有率先丢核弹的情况下，乌军应该也不会去主动袭击俄罗斯的核武设施吧。而第4点呢，乌克兰早在开战前就已经具备，那就是准备加入北约。对于普京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能够影响到俄国安全的行为。至于最后一点，也就是在这周内，乌军的风暴阴影成功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关键大桥。除此之外呢，泽连斯基也早就发誓要收复克里米亚。5条红线，乌克兰已经突破其3了，而俄军并未出动核武器。很显然，俄罗斯也明白贸然出动核武的代价，而这也是五角大楼做出放开限制判断的原因之一。至于此事，瓦格纳雇佣兵首领普里戈金又出来说风凉话了。普里戈金称，乌军打击琼加尔大桥后，俄罗斯国防部顶多只能摧毁一个乌克兰变压器箱作为回应。我们的红线已经缺失很久了，现在只剩下内裤上的棕色条纹了。这有一说一虽然普里戈金早期是一个厨师，但确实很会说话，言语风趣幽默，刀刀是直捅俄罗斯国防部心窝。只不过不知道未来他和瓦格纳还是否能够像他的语言一样锋利。
大家认为美国这次释放的态度是否代表会解除乌克兰的武器禁制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